你怎么可以批准他休年假？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他刚打赢那么漂亮的一仗，在时尚圈里面的声望几乎到达了顶点。他在这个时候休年假，你想过没有？这意味着什么？你那么激动，是你在埋怨我，还是你害怕陈开怡？我只是要提醒你，而且我在告诫你，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但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吧？你也试探过他了，他就是冲着我来的，他的对手不是你，是我。他既然准备要对付我了，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休年假啊？你想过没有？他在深圳8年了，从来没有放过一次年假。他8年都没有休年假了，多1年2年有什么差别呢？我再告诉你，他就不是一个会休年假的人，他是个工作狂。你让他离开盛庄去休年假、去旅游，他比死还难受。他在这个时候休年假，屏蔽了所有的通讯设备，就是创造一个真空期，摆脱所有人的关注，就是摆脱所有人的限制。他要做的事情，一定极其关键而且隐秘。那我用什么理由拒绝他？我能不批准这么合理的要求吗？那你至少可以拖嘛，你至少可以先跟我商量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决定不先跟我商量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决定不考虑我的感受？你是想控制我吗？你不要岔开话题。是你不要岔开话题。你把我从上头到来，到底为什么？你跟我说实话，对你而言，我是不是你用来对付陈开怡的一枚棋子 ？Joyce 的死，让我来，陈开怡走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到底在干嘛？你累了，我先回去。你还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。你真的不要给我发现，你是在利用我，或者想控制我。但是你相信我，陈开怡绝对不会是去休年假，他一定是利用这个时间来准备反击。他能赢我，我信。但是他要赢你，不可能。你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对手，他打不过你的。不管我怎么提醒你，你还是小看了他。
么？我不喜欢这样被摸头发。你这来接我，怎么还带个行李箱啊？我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什么地方？我还有10分钟可以陪你，然后我就得进关了。还有10分钟。所以，我们要抓紧时间说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分手吧。怎么了？也没有几分钟了，说不太清楚。有什么说不清楚的？咱们才分开不到2个月。现在时间不太合适，这个地方也不太合适。但我已经说出口了。我只能说对不起了，真的，对不起。请转身，请进，张开手臂。你就哪有我好吗？要是我给你这么好，怎么了你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我，才没事，是我。好了，没事了啊！做梦了，没事了啊！没事了啊！安娜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？你瞎说什么呀你？啊？你的人生才刚开始呢，啊！我还没有谈过恋爱，还没有和男生拉过手，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男人了。不会的啊！你遇到的那些混蛋，都不是真正的男人。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人。再我问问你，那些男人都长着一样的脸，那张脸上全都是欲望，他们像人一样，像是动物，像是动物。过去了啊，就是做梦而已嘛。哎，看着我，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，我
可是我们是并排而立的墙，也是相依为命的鸡蛋。不会这么轻易服输的，我会一直抗争到底。陪我去找我前男友那次，在门口拿了块板砖，当时觉得你好勇敢，好帅呀。那个才是真正的你。那个我已经不见了，我自己也找不到了。不会的，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像个 AI 人，我没有那么多情感，但是我自己也没发现，恐惧也是一种情感。那些人知道了我的梦里，恐惧从白天一直知道了晚上，知道了我的梦里。那我们就跑啊！我们拼命的跑不就行了？不管后面是谁，是什么样的坏蛋在追你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我陪着你一起跑。嗯。好啦。啊！是我在这儿呢吗？哎，别哭了。你看，天都快亮了。哎，反正你也睡不着，我带你去个地儿吧。嗯。你干嘛呢？这还不明显吗？害怕！合适吗？合适。走。昨天晚上咱们俩什么也没发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麻烦您帮我倒杯水，谢谢您，严先生。好。为了林乔治，你活生生的把自己变成了福尔摩斯啊！进来，说吧，都查出什么了？最关键的一环现在在你手上。顾明山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顾明山都和你说了什么？那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什么非要查林乔治的死呢？乔治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刘子琪，我已经答应了可以和你结婚，你现在如果还不告诉我，是不是有点不太讲道理了？确实有点。
但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一个道德感比较弱的人。有件事情我得和你说清楚，我对你没有爱。我也相信，你说和我结婚，也不是为了爱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两个都多大年纪了，谁还没谈过几段恋爱？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儿，我们心里不明白吗？你从一开始就恨不得飞快地把我拽进一份感情里面。是，你很优秀，也可以说非常优秀。但是这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，我很难分辨出真假。你说的对，男人都很鸡贼，也可以说很愚钝。如果你昨天喝多说的是真话的话，你已经离过一次婚了，怎么还可以这么快地开始一段新的婚姻？教育我是不是显得你特别有成就感啊？显得你特别明白、特通透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说的这些话都特别的有道理，但同时，我也发现你是一个一点意思都没有的人。这个婚姻我不要。什么意思？我放弃了，我放弃你了，我放弃我们之间的可能性。你说的对，我跟你在一起根本就不是因为爱，爱我自己多的是，我才不稀罕你。但话说到这个地步上，连最后一点男女之间的趣味都没有，这也不是我想要的。你答应我的事儿呢？你就当被一个离过婚且没有道德感的女人欺骗了吧。好在我既没有骗到你的心，也没有骗到你的身体，对吧？你们家门呢？你们男人都怎么回事啊？非得喝醉了才能给你们机会？不是，你要是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。你再喝多了，你给我姐打电话就行，你不用找我。可是我要找你啊！这会儿去哪？去我家。干嘛呀？你坏！哎呀，你要带我回你家呀？我回你们家自然你就不说。你们男人真是口是心非。哼！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哎，行了吧，酒后吐真言这种事儿还是算了吧，行了，后悔了。我是不会告诉你，我结过婚，然后我又离婚了。你哎！你干嘛？啊！
哎呀，你把我弄疼了，你把我扔在地上了。你说你离我一次婚？我今晚上在这睡。别装睡啊！哎，上，先起来。哎呀，走。哎，上。哎，哎。哎呦！一点都不会累，我可以在未来这么难？哎，别动！哎呦！我在这儿上了4年大学，又在这跑了4年。哎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，我之前一不开心的时候就上这儿来跑步。我记得，你也说过，你和郑飞就是在这里开始的，这是你的伤心地，是你这辈子都不想再来的地方。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就跟噩梦一样，怎么想到现在都没想明白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让自己特别的忙，歌都不能闲下来，因为一闲下来就会想他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问老颓啊，问他我是不是治完了。后来他都被我问颓了，他也帮我找了个心理医生让我去看。你去了吗？确实去了，不过没看。你好，看病。心里。没事儿，我也来看心理，会过去的。人有时候年纪大嘛，一些压力需要疏导一下。小姑娘，你那么年轻，你看什么心理医生啊？我也不想来，我朋友逼着我来的。你这朋友还挺不错的，挺关心你的。你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跟男朋友分手了，他们把我想不开。就是失恋。你失恋看什么心理医生？是吗？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说失恋看什么心理医生？而且你知道吗？你在这看过没有？我听他们说，就这么预约一下，就看一下，才800块钱，疯的。是挺贵的，不过我看你这个状态，真的没必要去看什么心理医生。是吗？我挺好的，我没想不开啊。这样，我给你想个办法吧。我看心理医生也挺多年了，久病成医嘛，也算是半个心理医生了。我给你开个方子，保管有用。对不起啊，我没带纸，只能写在名片上了。一会儿呢，你先别看，你现在看肯定觉得我写的是句废话。你什么时候特别伤心、特别难过的时候，你再看，保管有用，我保证。好，乔治，来了。哎，现在别看啊，现在看不管用，拿着，别偷看。林乔治。大大，
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哎呀，至于吗？不就是失个恋吗？好小伙子有的是啊！赶明儿我给你找一个团，你信不？没事儿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早点睡吧，啊！拜拜。哦，把灯关了啊，节约电。恋爱是认识自己，不是取悦别人。我在那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到底要为什么谈恋爱这个问题。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吗？没有啊。哎，你觉得这种事儿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你上学的时候没在操场上看那个一对儿一对儿的，你心里不难受啊？那乔治的那句话让你从失恋中走出来了吗？那张名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，是让我知道了他的联系方式。我后来呢，按照名片上他上班的地方去看过一次。我都不是站在大厦门口，我隔了一条街站。觉得这里边上班的人都好神奇啊！说我还能认识一个在这样地方上班的人，还是个主编。后来我就悄悄地去买了一本生生的杂志，好贵啊，而且我看也看不懂。后来我就把它放在西餐厅的那个储物柜里边，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看看。每次我看到那个编辑栏上写着乔治先生的名字，我就在想，我要是能在那儿工作多好。在那儿得有一个像他一样的领导告诉我，谈恋爱不是为了取悦别人。所以我当时下了好大的决心，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帮你进什么妆？我疯了，我有那个胆子吗？我是为了好好感谢他，因为他那句话，我心里确实好受了很多。最主要的是还省下了看心理医生的钱。顺便呢，我也给他提了一个秘诀。什么秘诀？你说像他们这样的人，是不是平时不得应酬，不得招待一下客户什么的？那你说离公司方圆20里地的地方，哪有最好吃的牛排店？那不就是老颓那儿吗？呸！这是明晃晃的钓鱼。哎呀，巧了，这条全世界最善良的鱼还真被我钓上了。没过几天，他就到老头的餐厅吃饭了，也跟老头成为了好朋友。每次他来，老头都会给他准备最好的红酒、牛肉。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呀！菲菲，你过来看，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在杂志上，我的名字上杂志了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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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念一下。流程编辑李娜。我上杂志了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
叔，你看，我名字上杂志了。恭喜恭喜！ 1月的新刊来啦！给，你们的，1月的新刊来了！哎，给你。2本啊！任姐，新刊来了！ 试试啊！走啦，试试啊！ 哎呀，你坐。严明姐，忙什么呢？有事儿说事儿。我看外面专题组的人都走光了，严凯变成光杆司令了。赵鑫跟巩欢的辞职申请，我还没批呢。外面工位都空了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你拦不住了，人家要走就让人走嘛。走的内容谁出啊？你们广告部出啊？我们广告部就算能做，我们也不做。我为什么帮严凯啊？哎，金木姐，我跟你说啊，论管理能力、领导能力，我们广告部真不是吹的。只有我裁人，没有人敢跟我提出要走。我真的很忙，你能不能不要逼着我花时间去夸你啊？陈开怡去哪儿了？不说了，放年假。那他去哪儿休年假了？我哪知道啊？你不觉得有些不对劲吗？没觉得。天明姐，你现在到底是不是肖主编这边的人呢？刘冰冰，你结婚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太好了，千万不要结。Why？ Because， 你看啊，你这人啊，又烦人，然后又小肚鸡肠，然后唧唧歪歪，又阴阳怪气的，哪个姑娘嫁人给你啊，真的会气死啊！所以你真的是在积德哎。你别转移话题啊！我就是想知道陈开怡她到底去哪儿了。反正我不相信，她就是去游山玩水了。把我电话借你，给她打电话，打呀。你好无聊啊！再见。我没说我要走啊。不走干嘛？留下来过年吗？我走了。你也没结婚。哟，这都中午了，来的真早啊！广告部什么时候开始查人考勤了？你们不用查，人都快走光了。蔡助理，蔡助理，给主编泡的咖啡啊。嗯，对。带路，我找他有事儿。哦。
哎呀，吓死我！哎呀，哎呀。给我吧，提了一路了，你都累了，敲门去。这个概念会体现在我们后面的每一个细节里面。然后这个主题秀的服装设计师 Allen 之前的概念图你也已经看过了。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呢，是他新做的关于这次盛典之夜的全套方案的概念图。然后这个 Allen 是纽约这2年很受关注的新锐设计师，然后他给这一套概念图起的方案名字叫做 Show Night。那灵感起源是他在尼泊尔有一次雪山上度过的一个夜晚，然后他看到漫天的流星、银河，他就觉得很漂亮。然后他觉得璀璨的东西往往很短暂，尤其在东方的语境里面，夜晚又被赋予了灵性的意味。哎，就这个 ，OK， 我记录一下。那模特那边准备如何？我们找了亚洲新挖掘的几位超级新星，我觉得他也能够更代表东方。我真的觉得不错。那这个方案之前看过吗？这个设计师的方案他很早就看过了。那他为什么没有同意呢？他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时尚盛典。那他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他什么都不想要，这个人就喜欢故弄玄虚，什么事到最后1分钟才决定，什么都不懂。陆总监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哦，刚来，路上碰到蔡飞，听说你在开会，我就过来了。哦，OK，Mary，盛典的事情就这样定了，这个方案我也没问题，你抓紧时间去实行吧。OK， 那我现在就去弄。好，谢谢。那你找我有事？没事，就是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心里慌得很，过来看一眼。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呢，能不能因为我想跟蔡飞单独谈一些事。那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当然可以。可以吗？走了。我不懂得怎么安慰人，我就直接说了。我很抱歉，没有好好的保护你，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在你身边。但上海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也不相信用什么时间可以忘记上海的这种方法。我只想说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也不是你的错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做我的助理很大的压力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安排另外一个职位给你。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做我的助理。如果这个希望是满100分的，那我对你的希望是120分。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考虑，回答我一下。主编，您还有40分钟时间去吃午饭，下午2点您约的直播网站的副总见面，晚上还要参加宝丽兹的新品发布会，发布会之后有晚宴。好，都记得，谢谢啊。